不行，这些人都不合格。老板，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最好的几个人选了。毕竟像龙飞那样的传奇机长，什么？你们说龙飞机长转岗了，现在是飞机上的卖货员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春云航空的人是不是脑子坏了？竟然让龙飞机长去当卖货员！通知私人飞机马上飞往西境，我要在第一时间邀请龙飞机长加入我们麒麟航空。智能安全检查已启动，机翼安全检查已完成，机身风险评估安全，机舱辅助设施检测通过。这就是科技的力量，整个安全系统检查一键完成，人检查的再仔细也比不上 AI。不愧是王牌飞行员啊！那个老不死的龙飞还以为飞机没了他就不会飞了呢。就是，一把年纪了还梗在那边，这飞机不是好好的吗？不知道人还以为他才是飞行部的部长呢。新式机型的设计啊，就是为了让机长从繁琐的流程中解脱出来。龙机长那样的顽固思想早就落于时代了。好，今天我心情好，离起飞还有20分钟。走，我带你们尝尝我新买的进口咖啡。走。龙机长，你别和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啊就是小人得志。还龙机长呢？他呀，现在就是个卖货员。龙机长，你别管他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机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机务人员已准备就绪，请指示。不行，我还是得亲自去看看。高庆毕竟年轻，经验少，还有20分钟就要起飞了，最好不要出什么问题。哟，哟，这不是咱们的传奇机长吗？赶紧的，拿着我新买的那些咖啡豆，去给我们冲几杯咖啡。赵部长，龙机长毕竟是你的师傅，你凭什么这样使唤他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飞行部部长。他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卖货员，就应该为我们这种高端的机务人员服务。高机长，我觉得起飞之前还是应该进行全面的手动检查，否则会出大的问题。这人呀，该在什么位置就要做好什么位置的工作，还是别倚老卖老了。我刚刚已经用最新的智能安全检查系统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些事情需要你跟老不死的卖货员操心吗？唠唠叨叨的烦死了。不进行全面的手动检查，就无法保证刚刚的几分钟之内飞机不会出现问题。身为机长，要把乘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高机长，无论如何都要请您进行手动检查。你的咖啡卖你的货，少他娘的插手别人的工作。当年你爹就是没有及时检查尾翼部件，导致飞机空中解体。我不想看到你再走你爹的老路啊！哎呀啊！龙机长，赵部长，你干什么？老东西，我他妈受够你了！每次一有事儿就拿我爸的名义来压我，那是我爹，不是你爹。你现在什么身份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老子？要是不想干了，就立马给我辞职，赔偿金你1分都拿不到，给我滚出飞机！好，我走。咖啡不喝了，我一天的好心情都被这个老不死的给毁了。一会儿客人就要登机了，要走赶紧走。龙机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赵峰有句话说的没错，我干了这么多年的机长了，是时候该退休了。白雪，你好好努力，争取早日当上乘务长。喂，老婆，我有一件事想。老公啊，我刚查了查，
新区的学区房房价又涨了，咱们手里的钱距离买房首付还差10几万呢。这眼看着小轩也工作1年了，女朋友也谈了，这买房要是没有，以后结婚生孩子都是问题啊。要不你再辛苦2年，咱争取把这个买房首付先给凑齐了再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刚刚说有事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和小轩了。哎，飞机快要起飞了，我跟你不说了啊。为了儿子的血气房，再忍忍吧。欢迎登机，欢迎登机。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各位乘客把行李放至头顶上方的储物柜。这次去西境建风力发电机，必须好好干他一票。很久之前就说要去西境旅游了，这次终于要实现了。我和孩子已经登机了啊！好，我知道，我会注意的啊。妈妈，我太开心了，终于要见到爸爸了。飞机即将起飞，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，打开遮光板。不好，这是 C865脱落的零件。啊，马上汇报踩雷，联系 C8625。塔台呼叫龙机长。还龙机长，这老头有什么厉害的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这可是最新型的民航飞机，再加上我的驾驶技术，能出什么问题？香烟、啤酒、桂花糖，飞机模型，哪位乘客有需要？走。你不是很硬气，说要辞职吗？其实，你确实挺适合当服务员的。哎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，咱们的传奇机长龙飞亲自给大家服务。哟，这不是龙机长吗？怎么不开飞机转行当售卖员了？机长也算是企业职工，到了一定年龄，肯定是要从一线退下来的。没错，机长这个岗位对身体各方面要求都特别高。龙机长这么大年龄了，也是时候做些轻松工作了。妈妈，我想要那个。你好，飞机模型怎么办？小朋友，你真有眼光，这个呀是最新的飞机模型。我的梦想就是长大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行员。妈妈，我很喜欢这个模型，你给我买好不好？有梦想啊是好事儿。小朋友，这个飞机模型送给你了，以后呀可要好好的学习啊。这是公司的产品，谁准许你拿了它送给别人的？赵部长，这个模型的钱我会给公司的。你没这个权利，懂吗？你以前拿那些破流程教育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么通融啊？表里不一的老东西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赶紧滚！好像是金属摩擦声音。难道是？就知道神神叨叨的。告诉你，有我在这儿，飞机不可能出问题。救命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情况了？不要乱跑，系好安全带。大家不要慌，飞机只是正常颠簸。正常颠簸？你他妈糊弄鬼呢！飞机晃成这样，1个晚上就出事了。我是干工程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各位乘客不要惊慌，请相信我们机组人员的能力，我们有义务也一定能送各位安全抵达。愣在这儿干什么？快去驾驶舱！哦。哎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系好安全带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飞机怎么晃得这么厉害？机翼的滑轨整流罩脱落了，赵部长你放心，学校讲过很多类似的课程，只要正常行驶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飞机才刚刚行驶了不到1个小时，不对，油耗不对劲儿。高机长，现在飞机已经不适合继续飞行了，附近还有雾都机场可以迫降，需要尽快迫降。机长都说没问题，至于大惊小怪的迫降吗？飞机目前性能一切正常，完全没有迫降的必要。听明白了吗，老宗宪？你是不是因为转岗的原因，心里记恨高机长，想迫降让他担责？我会拿我的生命开玩笑吗？飞行安全不是儿戏。给我出去！自己看，现在油耗消耗正常吗？还有1个半小时才能抵达西京机场，可现在油耗已经过半了，根本就无法完成航程。飞机目前经过平流层，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。高机长可是王牌飞行员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我滚出去！你就听我一句劝，飞机它现在……老东西，别以为天底下就你最有能力，你就是个小小的卖货员。老东西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看吧，我就说不会有任何问题，一惊一乍的，还真把自己当机长了。那个老东西，活在危言耸听。大家不用惊慌，刚才的问题已经被我们高机长完美解决了。飞行5小时，滑轨整流罩的脱落会发生连锁反应，导致涡轮偏移，受压过大，油耗会急剧上升。赵峰，听我一句劝吧，我们到不了目的地，必须马上准备迫降。迫降？飞机一旦迫降，就是高机长的责任。我看你分明就是陷害他。我干了20多年机长了，这种程度的颠簸，说明飞机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离这儿最近的机场是雾都，再过10分钟，飞机就要进入山区，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迫降不能迫降，我们好不容易有时间来西京。人都说了，飞机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，人家怎么就揪着不放呢？不许迫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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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吧？这可不是我不同意，我看你啊，也不适合继续在飞机上待了。等飞机一落地，我会将你彻底开除飞机机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几百条人命葬身于空难。你让开！干什么？你给我让开！给我过去！放完他！放开我！不迫降，我们都得死！扰乱机场正常驾驶，想散要干扰我们，干他！我倒要看看，还有谁能让你呼叫蛮缠！机翼着火了！什么？妈妈，我害怕。大家不要慌了，系好安全带，共同的氧气片着服机。高机长可是留学归来的高职飞行员，飞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？你到现在还在迷信所谓的海龟，龙机长早就发现飞机有问题了，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龙机长，你让开！不飞，谁让你进来的？高机长，你没有看见左侧机翼的涡轮故障吗？你到现在还在使用自动驾驶！别妨碍机长！子祥，你跟了我有1年了，难道你也看不出现在的飞机情况有多么严重？你坐下！哎，你这是在犯法！哪怕下了飞机把我送进监狱，我也不能让你们拿飞机上所有乘客的性命开玩笑！哎呀！高度上不去，前面有山崖，再有5分钟，我们就要坠毁了。召回？不行，再让赵峰、高青他们胡闹，我们全部人都要死。高青，我以全体机组人员的名义，命令你马上离开驾驶室。你们要解除我的飞行权！孙翔，你也当了好几年的飞行员了，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吗？
换龙机长操作。不行，不准换！我是飞行部部长，我不同意。你们两个有造反吗？你给我出去吧！还有你，起来！这种最新式的飞机，你能看得懂吗？真正害死飞机上的人是你！起来！龙机长，我们的生命就靠你了。放心吧。还是晚了一步，也还会有破甲的地方。妈妈，我怕。没事，别怕，一定没事的。我们不会像空难的，我还不想死。相信龙机长，他一定能做到的。我是朋友，我才能做到，我不想死。各位乘客，我是龙飞，抱歉给大家带来了惊吓。鉴于飞机现在飞行的状态，我们将在3分钟之后进行迫降，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。现在已经远离雾都机场，折返回去油耗根本不够，根本没办法迫降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是一条3公里的飞机跑道。妈，在废弃军用机场降落，我们同意。3公里的飞机跑道根本不具备迫降的长度，没有指挥灯，没有防护措施，迫降就是自寻死路。让开，他根本不懂这种飞机。哎，别！我不能进去。不选择迫降，那你是要等飞机上的燃油消耗干净坠机，还是爆炸自动解体？就是因为你们几个疏忽大意，才导致了现在的后果。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了吗？盯紧飞行高度，不期一键抬升。白雪，马上联系塔台。这里是车航 C8625，目前的油耗已经不足以支撑飞机成功抵达西营广场。龙机长将在20分钟后在飞机军用机场进行迫降，请立即提供支援。塔台收到，消防、医疗等相关部门已出发。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车航 C8625由于今天发生故障，已准备在山区废弃机场进行迫降。目前空管部门正在积极联系。C8625，这不是龙飞的航班吗？不能出事，这个不能出事。吴董，刚刚接到空管的消息，龙机长的航班出事了，现在要迫降到咱们之前的废机下。通知航司，不惜一切代价支援龙机长。爸妈，你们以后要照顾好自己，儿子以后不能给你们尽孝了。妈妈，我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1分钟之后，我们将进行迫降，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。我代表机组人员向大家致歉，请相信，我们一定会平安无事。我是机长龙飞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。这速度太快，以现在的速度迫降，一定会撞击地面的。老东西，你是想拉着我们所有人去死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机身倒转，反向升空，这不是传说中的飞行手法吗？他怎么能做到？不行，现在的速度还是过快，必须释放燃油，降速达到平稳滑翔的条件。你想干什么？燃油本来就不够飞行，你还要放油？让开，趁拉我们一起陪葬。龙机长，一旦放油，我们就彻底没有退路了。放！右侧机翼已经开始自燃，整架飞机5分钟之后就会爆炸解体。放油是最快的降速方法。2公里，1公里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要撞了！完了，老不死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被你害死了！各位乘客，我们迫降成功，我们平安了。
这次的事故原因一定要找到源头，避免下次重蹈覆辙。好，不就是花卉整理绕秃噜的原因吗？有什么好找的？偏偏高机长今天第一次任务就出现这种状况，我怀疑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我干的？我拿几百条性命道而信，我拿我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像你这种心理阴暗的人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？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飞机起飞之前，我再三劝阻你，让你一定要完成安全检查。可你呢，毫无安全意识，根本就不配当这个飞行部部长。你怎么跟赵部长说话的？还有你，招聘王牌飞行员，没有丝毫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。作为机长，你怎么向广大群众，怎么向机组人员交代？老子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等下了飞机，你立马给我滚蛋！春源航空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我看你这老不死一大把年纪，还怎么找工作？龙机长刚刚才救了我们所有人，你还要赶走他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想留下？可以啊。这样，你现在跪下来，把我的鞋舔干净，我就让你继续当外货员。你不是需要钱给你儿子买房吗？你手里有钱吗？考虑考虑现实吧。像你这个年纪，谁还会要你啊？老东西，好好想清楚，是你自己重要，还是你儿子的前途重要啊？不可以，龙机长。飞源航空不要，我麒麟航空要。龙机长，我麒麟航空邀请您成为我麒麟航空的首席飞行员，年薪200万，您说是有意思？我们马上实施。200万？这怎么可能？200万，这已经是龙国飞行员的顶薪了。龙机长这次也算因祸得福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200万的工资呀？我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拿着王牌飞行员的称号，年薪才不过50万。一个老家伙竟然能得到200万年薪。吴董，你知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了？不出5年，他就到了退休的年纪。您还花高薪去聘请，这不赔本买卖吗？赔本？我只知道龙飞机长提前预知了风险，并且以高超的驾驶技术挽救了飞机上所有乘客的生命。这样的英雄机长被转岗为卖货员，是你们有眼无珠。以龙飞机长的飞行经验，就算以后退休了，也可以在我麒麟航空做飞机顾问。像龙飞机长这样的人才，如果被埋没了，那将会是我龙国的损失。没想到麒麟航空愿意出200万聘请我。龙机长，只要您愿意签字，那么您马上就可以成为我们麒麟航空的首席飞行员。合同上这些所有的福利待遇，我全部都可以保证。龙飞，以你的年纪，早就应该退休了。是钱董多留了你5年，这么多年，钱董对你照顾有加，你可别做白眼狼啊！春源航空发展了几十年，所有的飞行员入岗培训，包括你坐在这个飞行部部长的位子上，我做出了多少贡献，你没有资格说我。那不还是看到钱就走不动道了？什么传奇机长，你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。有些人的嫉妒啊，都快写在脸上了。他们呀，就纯粹看不惯龙机长过得好。没错，没错。你这么多年，我对你、对我的工作、对春源航空，我都问心无愧。吴董，我跟你们走。龙机长，您放心，我们麒麟航空是绝对做不出来这种过河拆桥的事儿的。只要签下合同，儿子的学区房就有着落了。吴董，来我春源航空挖人，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？来我春源航空挖人，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？龙飞，你这也是老员工了，飞机才刚刚惊险迫降，你在这个时候想一走了之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我对春源航空是有感情的，是你们逼得我不得不走。赵部长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，这是公司决定的人员调整，所有50岁以上的一线飞行人员全部转岗。你呢，也不要觉着自己有什么委屈啊。
公司也是考虑到你们的身体啊，已经不适合继续在一线工作了，而且啊，也要给咱们这些年轻人多留点机会嘛。你呀，也要体谅下领导们的良苦用心。什么转岗调整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，逼人自己走的把戏。我春源航空内部的事，需要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吗？龙机长去留应该由他自己决定，你和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干涉。是。龙飞，你今天胆敢在这纸上签一个字，先想想你那竞业合同里那2000万，你赔不赔得起？2000万！龙机长一直勤勤恳恳工作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10几年的工程吗？咱们合同里还有竞业协议。没错，大到机长，小到维修员，咱们的合同里边都有竞业协议。无故转岗，本来就是春源航空有错在先，竞业协议本就无效。当初的合同是老钱总亲自制定的，我怎么不记得有所谓的竞业合同？你是不是忘了啊？3年前你曾经签了一份续聘协议啊！睁开你的眼睛，给我好好看看，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那2000万？当初老钱总亲口答应我们，员工的去留是自由的。你这样做是要毁掉老钱总留下的基业吗？你以为公司是菜市场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老东西，这辈子你死都得死在我春源航空。你连你儿子的学区房都买不起，这2000万你掏得出来吗？你呀，就乖乖的在这儿当一辈子卖货员吧！赶紧把你手里那张纸给我撕了，好好干你的卖货员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这龙飞啊，你是带不走的。你们这是带不走？2000万违约金我出了。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出2000万！我说吴之夏，你他娘的是不是也疯了？是你们根本看不清楚龙机长的价值。一名多次完成高难度空中救险的飞行员，像龙机长这样的人才，根本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。2000万，这老东西有这么值钱吗？吴董，该不会你跟这老家伙有一腿吧？秦林航空的老板竟然喜欢这种半洁身子入土的老头，这新闻真劲爆啊！谁给你们胆子，竟敢污蔑吴董？龙机长，您尽管大胆签合同，所有的顾虑我秦林航空为您买单。我何德何能让您这般看重？这么多钱，我担待不起啊！龙机长，您放心吧，我秦林航空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庆幸这种所谓的国外王牌飞行员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关于龙机长违约的相关问题，我秦岭航空部门的法务会与你们对接。我们走。站住！你扰乱高行驾驶，导致飞机被迫迫降，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拍拍屁股就想走。分明是你们疏忽了安全检查，龙机长不计前嫌拯救了大家，你现在居然把锅甩在龙机长身上。就是，我也可以为龙机长作证。我也可以。好，你们3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啊！不想干了是吧？啊，赶紧给我滚！钱总，飞机在起飞之前，龙飞就已经被撤销了飞行权，一直在驾驶飞机的是高机长。对，飞机啊一直是我在操纵的，飞机机着火，8成啊是龙飞怀恨在心，故意做了手脚。钱总，你可千万不能轻易放过他。龙飞，C8625遇险的事情已经引起了航司的关注，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你哪也别想走。颠倒黑白，栽赃嫁祸，老钱都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春源航空，就要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。飞机上有记录通讯的黑匣子，在场的所有乘客也都可以为龙机长作证，龙机长的功劳你们抢不走。放屁！明明是我救了乘客的性命。龙飞，你传奇机长的荣誉肯定啊也是抢夺同事功劳得来的吧？这次迫降的原因，航司3天内会给出调查结果。龙机长已经不属于你们春源航空了，他不需要给你们任何交代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。钱总，我让你磨刀炖肉，你他娘的直接把人给我逼走了！这飞行部部长，你是不想干了是吗？钱总，您息怒，一个老东西而已，走就走了。再说，咱不是在他身上
还捞那2000万。钱总，我可是王牌飞行员，不比龙飞强100倍啊！你们两个把这件事情给我处理好，但凡有一点负面消息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龙飞，你以为你能一走了之？这一次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吴总，今天的事儿多谢您了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像龙机长您这样的人才，离开是他们的损失，那以后工作上的事儿就劳烦龙机长您多费心啦。吴总，请放心，我龙飞这一辈子最重恩情。好，C8625出事儿呢，估计家里人也担心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龙机长，您什么时候来上班，跟小王联系就好。好。春源航空怎么能这么做事？王爷给他们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点人情味都不讲。自打老钱董退下来之后呀，春源航空的天都变了。我告诉你个好事儿，哎，咱儿子的学区房不用发愁了，这是合同。秦林航空的吴董请我到他那边去，年薪呀200万。200万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在春源航空，你才不到20万呢！哎，吴董的电话。喂，吴董。出事了，龙机长，您快看报道吧，网上出现了大量抹黑您的新闻。听说这次拯救 C8625 航班的不是龙飞，而是留学归来的王牌飞行员高清。传奇机长龙飞冒领功劳，都有飞机上的乘客接受采访证明了。这不就明摆着欺负年轻人吗？老不死的，就该让他一个人死在空难上。这些人不了解实情，就这么抹黑龙机长？这些都是春源航空雇佣的水军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这些乘客都已经被赵峰买通做假证了。但是龙机长您放心啊，这次的事儿我肯定会为您讨回公道的。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我相信航司一定会公正的还我一个清白。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早把这些看淡。好吧，龙机长，那您早点休息。好，再见。唉，真没想到赵峰这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么薄情寡义的白眼狼？怪我识人不明，我把他扶到了飞行部部长的位置，结果呢，反过来把我给害了。累了一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好。妈妈，明明是龙叔叔救了我们，为什么这些人还要骂他呢？走，我们回去。妈妈手中有视频，我们绝不能让你龙叔叔平白无故的被污蔑。颠倒黑白，龙机长还救了他们的命呢。我们帮龙机长作证，绝不能让他被污蔑。吴董，网上的舆论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，现在很多人开始诋毁我们秦岭航空了。通知公关部发布声明，一切事宜等待航司的调查报告。斯波特艾米尔夫人准备来龙国考察项目，要建设全球最大的国际机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3天后我会准时参加会议。吴董，发生什么事了？3天后航司要挑选飞行员，斯波艾米尔夫人要来龙国订购一批飞机，用于建设机场。这可是将近100亿的订单。要是能够拿下订单，不仅能够得到巨额的利润，而且我秦林航空也会在国际上声名远扬。这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把握住。都办妥了，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全部删除，那些乘客也都收到好处，不会再有龙飞发生了。好，我们只需要等舆论发酵几天，到时候你就不信秦陵航空的人还敢用龙飞。签了合同又能怎么样？这一次无之下不仅要赔本2000万，就连秦陵航空的名声也彻底臭。如果能够拿下飞行员的名额，那么就等于是提前获得了艾米尔夫人的好感。我秦陵航空这一次就拜托您了，龙机长。放心吧，吴董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老东西，你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，还敢来参加航司的挑选，真是越老脸皮越厚啊！就凭你一个臭老头，也配得到艾米尔夫人的青睐？我劝你啊，趁早回家养老算了。一条我春源航空不要的老狗，倒是让吴董给当成宝贝了。飞行员从来都是依靠着过硬的技术和专业的素养，什么时候要看年纪了？
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，杭司会出具关于 C8625的调查报告，我一定会追究你们在网上诋毁龙机长的责任。相信诸位清楚这次来杭司的任务。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，我先对 C8625航班事故的报告进行解释说明。事故的原因是飞机起飞前安全检查不合格，左侧机翼涡轮上的螺丝脱落，给飞机造成了安全问题。由于迫降损坏了飞行记录仪，机舱内的事情目前还无法查明。飞行记录仪不可能出问题，这分明就是他们恶意损坏。为了污蔑我一个老头子，居然连飞行记录仪都给毁了！你们这些人呀，已经是彻底的黑心烂肺了。飞行记录仪是迫降时损坏的，吴董，你敢当着刘主任的面栽赃陷害？你应该庆幸飞行记录仪坏了，不然就凭你故意毁坏飞机，你现在已经被关进监狱了。龙国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了个道德败坏的跟我比，看来在飞行员培养方面，龙国不如我们高丽。这是高丽航空的机长朴世荣，实力非常强，保持全球各地形3000次飞行无失误的记录。朴机长说的不错，国内的某些飞行员啊，技术不过关就算了，人品还极差。刘主任，相信网上的舆论你也看到了，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坏了龙机长的名声吗？对于名利，我个人无所谓，但不是我干的事儿，硬要扣在我的头上，这个黑锅我背不了。飞行记录仪目前正在紧急修复，杭司的判决会平等对待。接下来是关于接待埃米尔夫人以及选拔飞行员的方案。本次挑选飞行员考验的是平衡性，降落时摔碎鸡蛋最少的人就是接待埃米尔夫人的飞行员。平衡性，我曾经在高丽航空大学学习的时候获得过第1名，看来这次人选非我莫属了。高丽大学的第1名，我可是英国认证的王牌飞行员，区平衡性不值一提。龙机长，就靠你了。本次飞行员的挑选过程中会同时进行全网直播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开始了。这一次3家航空公司同台竞技，我们远服了。终于开始了，真好奇，平时机长们是怎么开飞机的？听说前几天新闻上的那个龙飞也会参加，真够不要脸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是第一飞行员是高丽。我去，这老外这么装啊！这个飞行员不错，到现在只调落了1个。小佛，会议结束后你去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，薪资分配。是。老东家，我们钱总向来正是人才，你就是我们公司被抛弃的一个废品，别老机身颠簸异常，很明显是对操作臂的运用不够熟练。降落的时候，鸡蛋肯定会掉。竟然真被龙机长说中了！废物，还没降落就掉3个，又菜又爱装逼。不错哦，20枚起弹只掉6个，我的实力，龙国飞行员根本达不到。我受不了了，这老外迷之自信。高升机长呢？快出来狠狠打这老外的脸啊！到我了，我会让你彻底认清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好高骛远，狂妄自大，是成不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。都他妈被开除了，还他妈啰里吧嗦的说教，让高青好好教教你，飞机到底怎么开。老东西，你能看懂高青的飞行技术吗？各位观众，接下来我会展现英国最先进的飞行驾驶技术。开启涡轮反推，不愧是王牌机长，起飞真稳。涡轮反推，一听就很厉害呀！机身滑轮幅度这么小，这怎么可能？
这是英国最新研发的飞行员驾驶技术，将智能 AI 与手动操作臂完美结合，利用涡轮气流进行微制空反推降落。像你这样的土包子，听都没听过吧？哎呀，不愧是留学归来的王牌飞行员啊！这样先进的驾驶方式，在国内简直是首屈一指啊！哈哈哈，怎么样，吴董？这回服气了吧？龙机长还没出手，钱总，你也未免太着急了点。推力328，准备降落，距离地面20。哎，仪表盘上的数据虽然是最优的降落方案，但最重要的风速影响，它还是忽略了。装模作样，这种先进的驾驶技术，你懂个屁！现在是强风天气，严重影响机身的平衡性。这种高速降落会导致气压加大，加深机身的晃动，需要阶梯式的减弱推力才能平稳降落。高星现在的操作就是智能驾驶给出的最优方案。像你这种尸骨不化的脑子，比得上 AI 运算吗？现在是科技时代，老贾，你输定了。天哪，竟然只掉我2枚鸡蛋！老东西，时代变了，有点自知之明，赶紧滚蛋！哎呀，厉害了，打破了我龙国飞行降落的平稳记录啊！不愧是英国留学的王牌飞行员，我觉得幸福可无。高机长的能力在全国也算是顶尖了吧？这么厉害的驾驶技术，之前的迫降一定是高机长完成的。老东西，飞行员只看实力，你看看现在支持你的还有几个？吴董，你花2000万买了这么一个老东西，哈哈，您这眼光可真让我看服啊！高青仅仅只碎了2颗鸡蛋，龙机长他能做到吗？干得漂亮！接待埃米尔夫人的人选，非你莫属。我早就说过，英国的驾驶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。老顽固，你固步自封，你已经出局了。宫里有句古话，说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老头，你认输吧。这位先生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高丽的这句古话是跟我们龙国学。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你刚才在驾驶的过程中至少出现了3次偏差，碎了2颗鸡蛋，而我可以1颗都不碎。1颗都不碎啊？你凭什么呀？凭我30年的飞行经验，将每一个流程做到极致，日复一日的严格要求，这就是我的底气。龙飞，他凭什么进入驾驶舱啊？为了丝绸拿乘客生命当儿戏的飞行员，就应该终生禁飞。我之前还仰慕龙飞，原来是个冒牌传奇机长，自取其辱啊！这老东西一向装模作样，这次怕是现出原形了。吴董，您真觉着这个只有1张嘴的过时老废物，真的能1个鸡蛋都不碎？我相信龙机长，他一定可以做到。无晃动降落，这些年我一共练了3872次，成功了2654次，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完成了数以万计的类似操作。飞竟然关闭了辅助驾驶系统，完全靠手动操作。果然是老古董，该不会连辅助驾驶都不会吧？靠眼睛判断落地，世上没人做得出来。哼，不知死活。飞力315，高度600，风速影响3级，不够，飞力得上到364。以这种程度的推力降落，别说是鸡蛋，飞机也会破。刘主任，我建议马上取消龙飞的测试资格，他这分明是在泄愤报复。对，就是现在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俯冲地面，这么大推力，他这是在找死！他是在看战斗机吗？这下要被撞死了！
还说自己是传奇飞行员，连基本降落都不会。吴斗，看来你花2000万请的这个机长，第一次飞行就爆。龙机长他这么大的角度俯冲，根本不可能降落。这下别说鸡蛋碎了，人也要碎了。这种人死了也好，别祸害别人了。龙飞，终止测试，给我下来！20米，10米，5米。这驾驶方式难道是？这是战斗机的悬停降落。这不可能！客机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动力，怎么可能做到悬停降落？把客机开成战斗机，再高力，哪有一个飞行员能做到？悬停降落，闪瞎我的钛合金狗眼！这种匪夷所思的驾驶技术，千里航空发的公告很可能是真的。钱董，你输了。林机长，我半点没事，请你教教我刚刚的驾驶技术。怎么样，服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鸡蛋真的一颗都没碎。哎呀，龙机长的驾驶技术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呀！我宣布，此次接待埃米尔夫人的驾驶员是……等等，刘主任，这个老东西根本没有资格接待埃米尔夫人。我有没有资格？你说了不算。顺源航空这是输不起了。C8625航班出问题跟他脱不了关系。埃米尔夫人是斯波皇室的贵族，派一个有污点的机长去接待，是对埃米尔夫人的不尊重。没错，刘主任，外界对龙飞的评价你也清楚，像他这么一个只会公报私仇的机长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咱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这件事情，航司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空口无凭的事儿，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龙机长的清白？帮我连通直播，各位网友，如果你们是乘客的话，会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像龙飞这样的机长手中吗？随意破坏飞机的安全设施，谁敢坐他的飞机啊？虽然龙飞赢了竞选，但就冲他刚刚驾驶飞机的惊险动作 ，C8625出事肯定是他干的。老东西，我劝你乖乖自首，破坏机翼安全，你是痛快了。可飞机上的几百名乘客呢？要不是因为高机长力挽狂澜，你就是几百个家庭的罪人。胡说八道！是我发现了飞机出现了问题，也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迫降。赵峰，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老家伙有点脸行吗？抵制龙飞进行飞行驾驶。埃米尔夫人来龙国考察，不能出任何差池。这一次的接待工作由高机长担任。刘主任，真正挽救了飞机的人是龙机长，赢下竞选的人也是他。你这么草率的决定，对龙机长真的很不公平。航司必须以大局为重。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秦林航空还能有什么未来啊？老东西，我诬陷你又能怎么样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的清白，你就是个罪人。我有证据，能证明龙机长的清白。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身为我春源航空的空乘，竟然帮着外人说话！飞行记录仪都被毁了，他们手中不可能有证据。你们有个屁的证据！这里是航司办公室，是你们几个能来的地方吗？给我滚出去！他们不是 C8625的乘车吗？怎么会来航司？龙叔叔不是坏人，他是挽救大家的英雄。春源航空的空乘竟然会帮龙飞！小朋友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咱们不会错怪龙机长了吧？我手中的手机里有龙机长挽救大家的完整视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
是我身边这位乘客无意间记录下来的。龙机长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们下飞机以后，春源航空的人对我们威逼利诱，大家都是因为害怕才不敢为龙机长发声。这点小事情你他妈都处理不好，现在可是全网直播，你他妈这是要毁了公司吗？钱总，您放心，他们绝对不可能有视频。善后的事项都是我亲自安排的，钱总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最好是这样，我会让你们知道得罪老子的下场。我给你们个机会，马上向龙机长道歉，向外界澄清，否则我手里的视频播放，你们知道不？公司究竟哪里对不起你们？你们竟然这么卖力的抹黑公司啊！还是说你们手里根本就没有那个视频，是你们和龙飞串通好的？这年头找工作可不容易，不要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，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你们别怕啊，只要你们能为龙机长证明清白，今天春源航空开除你们，明天就可以来我秦林航空上班，薪水是之前的3倍。打肿脸充胖子，什么视频？我看就是你们胡编乱造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会有视频？这就是你说的没问题啊！你们两个蠢货，这是要害死我吗？不可能！不会的，你们怎么可能会有视频？这视频一定是你们伪造的！大坏蛋，没想到吧？我有便携记录仪。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龙机长才是真正的英雄，他们都是冒领功劳的人。我们竟然被当枪使了！龙机长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们错了。春源航空真不是人啊，竟然会污蔑一位传奇机长！吴总，网上的舆论已经彻底扭转了，大众已经开始自发抵制春源航空了。赵峰，我一直教你做人要堂堂正正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能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父亲吗？老东西，你是传奇机长，你了不起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？我被这个老东西像畜生一样呼来喝去，我被公司的人骂咒死爹娘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被别人欺负的整晚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那些欺负你的员工，我已经都警告过他们，而且警告有个屁用！就因为我没权没势，就活该被他们欺负吗？所以我要一步一步的爬上去，我要让你像狗一样趴在我面前摇尾乞怜，我要让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你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，我愧对你父亲临终前的嘱托。赵峰，回头吧！造谣抹黑，重伤他人，把他们移交有关部门带走。完了，春源航空的股票跌了40%，这下公司全完。什么？指定春源航空的人接待埃米尔夫人？刚刚接到斯波方面消息，埃米尔夫人指定春源航空进行接待。斯波大使缪斯先生将在10分钟后抵达航司。什么？指定我春源航空？埃米尔夫人不可能不知道春源航空外界的舆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主任，埃米尔夫人为什么会突然指定？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？难道我所有的准备都要功亏一篑了？是缪斯先生亲口说的。吴董，抱歉，让你白跑一趟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看来老天爷还是向着我们这边的。埃米尔夫人还真是有眼光。吴董，看到了吧？这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
很冒昧打扰您，机长先生，我已指定您作为考察行程的接待飞行员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这难道是埃米尔夫人给我发的信息？难道她指定的春源航空是因为我？驾驶技术好又怎么样？到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老东西，你一辈子都出不了头。只要服务好埃米尔夫人，我日后啊肯定是世界顶尖的飞行员，前途无量。英国的飞行驾驶技术享誉全球，埃米尔夫人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春源航空的。赵峰，埃米尔夫人是不会乘坐春源航空的。老东西，接受现实就这么难吗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？斯波皇室成员吗？你说不做就不做啊？这是埃米尔夫人给我发的信息，她要合作的人是我。埃米尔夫人给龙机长发短信。艾米尔夫人一直与杭斯联系，怎么会突然和你联系？老东西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该不会以为给你发信息的是埃米尔夫人吧？你可得小心点儿，现在有可多骗子，专挑你这种脑子不灵光的老头骗。龙机长竟然会相信这么拙劣的诈骗信息啊！看来龙机长也逃不过名利呀。刘主任，叮铃航空的手段如此卑劣，为了给缪斯留个好印象，我建议将这些人通通赶出航司。连诈骗短信都能拿得出来，一会儿缪斯先生到了，指不定出什么乱子。除非缪斯先生亲口告诉你，否则我不会离开。女士，需要我告诉你什么？缪斯先生，我代表航司欢迎你的到来。刚刚我在门口似乎听到你们发生了争执。缪斯先生，埃米尔夫人真的指定了春源航空。林信前夫人特意交代，救她的人是春源航空的机长。请问哪位是 C8625 航班的机长？缪斯先生，是我。那就没问题了，夫人要合作人就是这位机长。现在听清楚了吧，吴董？艾米尔夫人要合作的是高清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还是谢谢龙飞机长。我们走吧。难道真的是我想错了？发信息的人不是埃米尔夫人？吴董，你可以离开，但他不能走。缪斯先生，这个老东西刚才居然说埃米尔夫人亲自给他发信息，还说要跟他合作。夫人不会向陌生人发送消息，这是对夫人名誉的损害，请龙国航司严肃追责。身为一名飞行员，竟然伪造信息，你也是一名老飞行员了，怎么还犯这种错误？上报航司，吊销龙飞的飞行驾驶照。哼，老东西，你现在开不了飞机了，再过几年你就没钱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生活。缪斯先生，如果我真的冒犯了夫人，还请您见谅。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这个号码是不是夫人的？你怎么会有夫人的私人号码？难道真的是埃米尔夫人联系的龙机长？我就知道，埃米尔夫人又不傻，她绝对不会选择春源航空。夫人的私人号码连龙国航司都不知道，你肯定用了非法的手段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真是埃米尔夫人找你呢。笑死我了！偷了别人的东西还去质问主人，老东西，你脑子真够蠢的！此事关乎两国关系，龙飞，你这是在犯法！我没有犯法，这就是埃米尔夫人给我发的信息。夫人，哎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系好安全带。
她竟然就是埃米尔夫人。埃米尔夫人已经亲自到场了，老东西，你的闹剧该结束了。之后夫人在龙国考察的所有航班都由我来负责，很荣幸为夫人服务。龙机长，之前多谢您救了我，接下来我在龙国的行程还要辛苦您了。埃米尔夫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您向航司传达的消息是指定了我们春源航空，这都是因为龙机长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原来你就是埃米尔夫人，我们也算是提前认识了。这老东西竟然早就认识了埃米尔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要不是因为龙机长拯救了我的性命，我现在恐怕已经葬身空难了。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了建设机场，我隐瞒行程来到龙国，乘坐的航班正是 C8625。我果然没认错人，原来飞机上那位乘客就是埃米尔夫人。你刚才是不是冒犯了龙机长？快向我的救命恩人道歉！很抱歉，龙机长，请原谅我的过错，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没事儿，妙子先生，我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嘛。这一次聘任龙机长，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我很抱歉，可能是我之前传达的消息有误。龙机长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机长，我十分愿意和他合作。夫人你好，我是吴之夏。现在龙机长已经被春源航空解雇，就职于我秦林航空。这样一位出色的机长竟然会被解雇，这在斯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这个嘛，就要问问田董，要是没有他们，我也没有办法聘任到龙机长啊。这下是真完了。你国家大地，几百亿的订单还要鸡飞蛋打，这一次算是被这两个蠢货给坑惨了。哎，夫人，我们与龙飞之间是有一点误会，但贵国的机场建设那可是几百亿的订单，您可一定要慎重。我早已评估过龙国各大航空公司，你们春源航空管理混乱，机务人员专业素养不够，我不会考虑和你们合作。不是，请你相信我，您跟我们春源航空合作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对，埃米尔夫人，您再仔细考虑考虑。你们对待一位英雄的态度让我很失望，我不会考虑与你们合作的。埃米尔夫人，这个老东西阴险狡诈，其实被他给骗了。我被骗了？我被骗了？赵峰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到现在还在诋毁龙机长。对于龙机长名誉权的损害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田总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这个老东西明明已经不干了，但最后还是留在了飞机上。他一定是知道了埃米尔夫人会登上那架飞机，所以预谋了这一切。赵部长说的对啊，飞机没起飞之前，这老古董就说会出问题。他又不是神仙，他怎么会提前知道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看来并不是我们的飞机质量有问题，而是某些老杂毛暗中捣鬼。埃米尔夫人是斯伯的皇室贵族，我就是个糟老头子，怎么可能提前知道这么机密的行程？我来龙国的行程是高度机密，就连缪斯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埃米尔夫人，您不了解，这个老杂毛开了几十年的飞机，各大航空公司都有他的熟人，一定是有人认出了你，提前泄露了您的行踪。嘿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也相信龙机长的为人。埃米尔夫人，您怎么不听劝呢？您相信我，我们春源航空才是您的最佳合作人选。我还有很多英国飞行员的资源，只要您开口，我可以让英国的精英飞行员前去斯波为您服务。我们春源航空在龙国经营了几十年，拥有的人脉和资源遍布全球，更有一流的飞机制造厂。夫人，您若不跟我们合作，那只会是您的损失。你们这是在威胁我。今天发生的事，我会向国际媒体如实告知。春源航空的所作所为，无疑大大拉低了我对龙国航空界的印象。够了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竟然胁迫国际贵宾签合同，都给我滚出去！
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的股价崩盘，口碑一落千丈。我要是不来，你都把公司给搞黄了。陆老弟，我把公司交给这个混账玩意儿，没想到他给我惹出这么大麻烦。老钱董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呢也不在春源航空供职了。混账，赶紧给龙叔道歉。爸，我们公司落到今天这种局面，都是被这个老家伙给害的。你让我跟他道歉，不可能。这老东西只不过在公司多干了几年而已，有什么资格让钱总道歉啊？你们知道龙老弟是什么人吗？他可是我龙国第一批飞行员，想当年是我求了无数次才求来的人才。老钱董，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想当年我单枪匹马的创立春源航空，是龙叔毫不保留的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，这才奠定了春源航空的基石。爸，你说一开始那些飞行员都是龙飞训练的？你龙叔为人低调谦虚，在公司勤勤恳恳的工作这么多年，要不是手下有人给我汇报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竟然把龙叔赶出了公司。难怪龙机长会寒心，为春源航空付出这么多，不仅没有升职加薪，最后还落个被逼无奈转岗的下场。陆老弟，你也是看着春源航空长大的，现在春源航空出了问题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最后再帮公司一把吧。陆老弟，你也是看着春源航空长大的，现在春源航空出了问题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最后再帮公司一把吧。陆老弟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回来，秦岭航空给你多少钱，我春源航空给你双倍。老钱总，您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他那几十年的老掉牙的飞行技术，哪里比得上高清啊？对呀，我可是英国王牌飞行员，这次输了，只是我一时大意。你说什么王牌飞行员？我在英国查过你的档案，根本就查不到你的名字。你拿着一张伪造的证件，在这招摇撞骗。他不是英国飞行员，你他妈个骗老子！老弟，老钱董，不可以，快起！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最后再帮一把春源航空吧。混账东西，赶紧给龙叔道歉！龙叔，我错了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求求您再帮我们一次吧。老钱总，我对春源航空已失望透顶，和公司的缘分已尽，我帮不了你了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龙先生、吴女士，2天后我将前往秦林飞机制造厂进行考察，如果质量过关，我十分乐意把此次订单交给你们。多谢夫人。那么2天后，我和龙机长一起陪您前往。老钱总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多谢夫人。那么2天后，我和龙机长一起陪您前往。老钱总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爸，龙飞不肯帮咱们，航司也要清退咱们春源航空，这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当初干这些事情，你怎么不想想现在？我让你裁员，你把大动脉给裁了。还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龙飞，你能当上飞行部长？赶紧给我滚！不想看到你。什么？我当上飞行部部长是因为那个老东西？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！你也不想想，就凭你的资历，哪来的资格当飞行部部长？赵芳，你必须要为所有的事负责。你们想推我出去做替罪羊？这些蠢事都是你干的，你不扛，难不成让春源航空倒下吗？赵峰，公司可对你不薄啊，牺牲你自己一个人，保全公司，是时候该让你报答了。钱总，你可不能放弃我呀！我做的那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办的，我不能吃牢饭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换你来扛。不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，都是赵峰干的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赵峰，我给你300万，你乖乖的把这件事扛下来，
等个3、5年出来，春源航空你还可以过来上班。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你不要见着不吃罚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我要是进去了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钱总，我有办法解决公司的危机。说，要是能让我满意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2天以后，龙飞他们会和埃米尔夫人去吉林飞机制造厂。如果中途出现意外了呢？继续说。现在外界都以为是我们污蔑了龙飞，但如果咱们在埃米尔的飞机上安上炸弹，砰的那么一炸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龙飞的责任。到时候再来个死无对证，咱们公司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对呀，爸，赵峰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这件事你要是办好了，你继续当你的飞行部部长；如果要是干不好，跟我春源航空可没有关系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做得漂漂亮亮的，绝对不会有人查出来。龙老弟，为了公司的未来，对不住了。龙机长，你是没看到刚刚赵峰他们的脸色，简直太精彩了，一群恩将仇报的白眼狼。龙机长，今天要是没有您的话，我麒麟航空也不会拿下埃米尔夫人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好了。吴董，这都是机缘巧合，我也没有想到埃米尔夫人竟然也在这个航班上。王叔叔，我是不是也很厉害呀？当然很厉害了，你是小英雄。要不是你们挺身而出，泼到我身上的脏水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应该的，龙机长，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我要去提前准备一下制造厂的各项工作了。龙机长，我们2天后见。考察的事情很重要，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。明白。王叔叔，再见。小英雄，我们有机会再见，好吗？再见。喂，老头子，你快回家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原来是亲家来了。老婆子，这都几点了，你咋不做饭呢？可不能慢待了亲家。亲家，小倩，现在都到了饭点，要不然啊，咱就出去吃。谁跟你是亲家？一把年纪了还没大没小，小倩跟你儿子可还没结婚呢。亲家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咱不是都订过婚了吗？彩礼呢，我们也出了，就剩下这临门一脚了。哎呀，儿媳妇都来了，赶紧给儿子打电话，叫他回来啊！打过了，小轩的部队有急事，抽不开身呐。儿媳妇儿，小轩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，你多担待啊。一口一个亲家儿媳妇的，龙飞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已经被春源航空给解雇了。我告诉你，学区房买不起，你们家别想娶我家小倩。龙轩在部队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全指望你这个当飞行员的爹。京都的学区房几百万，你现在被解雇了，哪还有钱买？我妈说的对，没有学区房，给不了我和未来儿子一个保障，这婚结不了。小的没出息，老的事业也一塌糊涂。就你们家现在这种情况，还想结婚？跟鬼结去吧！亲家，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啊！我是老了不中用了，可是我们家小轩正在为了祖国的边防事业正在奋斗，怎么能叫没出息呢？钱呢？那倒是把钱拿出来啊！亲家，结婚是为了2个孩子的未来，只要他们俩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总不能什么事都往钱上看啊。是啊，咱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。当初我嫁给我们家老头子的时候，什么彩礼啊、房子呀，那可都是没有的。现在是什么年代？生活不要钱，孩子出生、上学哪个不要钱？买不起就是买不起，别总拿过去说事儿。学区房也不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以后你们孙子上学有个保障。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今天你们要是学区房定不下来，小倩就跟你们儿子分手。分手？小轩和小倩都已经订过婚了，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，2个孩子的终身大事，哎，怎么能因为一套学区房就分手呢？订过婚又怎么样？现在结婚还能离婚呢。
学区房你们买不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他们两个没关系了。我们走。哎，亲家，您消消气，这房子的事儿，咱们再合计合计啊。就算真的要分手，也要等到小轩回来，咱们两家商量商量再说呀。一提起你那个废物儿子，我就来气。钱挣不到几个，3天2头还见不到人影。你们自己说，拿什么给我女儿幸福？老头子，咱们这小轩这几年好不容易谈了这么一个女朋友，咱们可不能让他们黄了呀。想结婚也可以，全款买下学区房，房本上写我女儿的名字。之前给了38.8万的彩礼不够，再加30万。老 boss， 看清楚了吗？原来在这儿等着咱呢。亲家，咱们这个彩礼都是事先商量好的，你们突然变卦还要多加钱，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不就是加了30万吗？我要的是你们家那个太多。以前工作忙了，没关注小轩的婚事，这哪是娶媳妇儿，分明是要娶个瘟神回家呀！38.8万的彩礼，在清都来讲，那已经是高价彩礼。再说，小轩的工资卡也一直在你的手里，这怎么能说我们家的态度不好呢？嘿，你个老东西，你还有理了？是你们家娶媳妇，可不是我家。我家小倩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能看上你们家那个废物儿子，都是你们祖国让冒青烟了。你们怎么说话呢？老婆子，像这种势利眼的女人，将来娶进家，指不定鸡飞狗跳呢。那老头子，你的意思是要退婚？哎呀，那到时候小轩回来会不会怪咱们呀？哎呀，这俗话说得好呀，好女人进门旺3代。要是小轩不同意，那是我没有把她教好，是我没能耐。商量好了吗？想结婚就拿房子和钱出来。我们商量好了，小轩的婚事啊，我可以做主。这婚啊，我们不结了，退婚。你要退婚，我就知道你们家就不是诚心来娶小倩的。好，但这个婚也轮不到你们退，要退也是我们退婚。遇上你们这种不明事理的公婆，嫁进您家，我也是自己找罪受。这是当初订婚的婚书，现在我们两家再也没有关系了。妈，我们走。等等，现在想反悔了，晚了。我女儿刚刚被你们伤透了心，你们要弥补我女儿，彩礼再加20万，还要20万。哎呀呀，你是钻到钱眼里钻不出来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买媳妇的事儿我们农家做不出来。你敢骂我？你什么意思？当初2个孩子订婚的时候，我们给的38.8万的彩礼，现在1分不少的给我退回来。要彩礼，你凭什么往回要？娶不起媳妇是你们没能力，关我们家女儿什么事？想退婚就退婚，想要彩礼就往回要，管我当什么？这婚结不了，那退彩礼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是你们拿着房子和彩礼咄咄逼人，婚我们不得不退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彩礼1分钱都退不了。是你儿子害得我女儿独守空房3年，我们没要精神损失费就不错了，你们还想退回彩礼，没门！3年来，你花着小轩的工资，他逼着我们买房子。今天你们要是不退彩礼，就别想走出我们的家门。嘿，你个老东西，还想跟我玩横的，我就不退，你能怎么样？我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婚骗财，不还彩礼，我马上报警。报警就报警，别以为我们怕你。妈，咱们要是报警，要是让你的新女婿知道了，会不会坏事？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交出那30多万？哎呦妈，您的新女婿可是年薪100万的飞行员，咱们可不那小事大。
就这点钱，当施舍给他们。要是当初知道你们家是这副嘴脸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小倩嫁给你们家的。钱都在这张卡上，我们可一分没动，不就是38万8吗？看看你们那副德行，一家子穷鬼！我也不怕告诉你们，我早就有新的男朋友了，还是个年薪100万的航空公司高层，比龙轩那个废物啊，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妈，高鑫给我发信息了，说他就在这附近。高清？难道是他？让他上来，也好让他们知道差距。失去我女儿，你们就一辈子就后悔去吧。你口中的那位飞行员是在春源航空上班的？没错，他是春源航空最年轻的天才飞行员，还是为国外留学的海归呢。要不是你家那废物在部队工作，我女儿正好落得清闲，不然怎么会看得上他？妈，高鑫说他已经在门口了。今天我也让你们见见我们新女婿，他们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。爸，我工作刚忙完，这才来找你们。是工作太忙，还是被开除了？老胡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家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这怎么回事？你也知道，人家之前不是谈了个男朋友吗？就是他们家儿子，现在不是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他们家之前给我的彩礼我也都退了，不是？我们今天来呀，就是为了退彩礼来的。你也知道，小倩一直都是知书达理的，今天让女婿过来一趟呀，也是给倩倩长长脸。别以为38万8的彩礼有多少，高鑫可是愿意给我100万彩礼的人。为了30几万，瞅瞅你们家那嘴脸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倩倩呀，根本就不稀罕。高清，100万彩礼，你给得起吗？我找到女朋友家跟龙飞有关，幸好孙倩不知道我的事，不然我还怎么骗她家的房子？宝贝，忘了跟你说了，这老头之所以被辞退啊，就是因为我加入了春源航空，顶替了他的位置。我说怎么一见面就掐了起来，原来是这样。儿子废物，老子还是废物。亲爱的，你真厉害，你们也别眼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可是有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，我们已经投入了300万，下个月就会有10倍的利润。亲爱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当然是真的。到时候啊，等我拿到这笔钱，这3300万我1分钱都不要，全都给倩倩你。亲爱的，真好。我和我女儿呀，就要跟着新女婿开始享受人生了。你们就守着那38万8，在这个破屋子里待一辈子吧。他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英国的王牌飞行员，这只是他伪造的身份。他现在已经被春源航空发现，开除了。骗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倩倩，你别听着老东西胡说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难道我送你的奢侈品都是假的吗？对呀，那些奢侈品我都拿去专门验证过，都是正品。女儿呀，你别相信那老东西的鬼话，破坏了你跟女婿之间的感情。他们就是羡慕嫉妒。我们虽然钱不多，但也是本分人家，用不着羡慕你们。哎呦呦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吧？我女婿是不是骗子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宝贝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对你的真心都是真的，不会有半点欺骗的。亲爱的，相信你。连我一个老头子都知道经常上网冲浪，春源航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那就好好的看看这个视频吧。拿过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耍的什么鬼把戏。视频里头的人就是你的好女婿高清。网上关于春源航空的新闻很多，是真是假，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
英国王牌机长竟然输给了国产机长龙飞，留学归来，王牌飞行员涉嫌身份伪造。老头子，我很佩服你，你都被人人喊打了，还敢欺骗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你也在骗我？宝贝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一定是因为我抢这老头的位置，所以他故意找人陷害我。这视频你是伪造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倩倩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咱们可不能因为别人的流言蜚语就破坏咱们的感情啊！亲爱的，我相信你。想不到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干出来这种下三滥的勾当。就是为老不尊的老废物！我们要是相信了你的鬼话，那才是真蠢。总喜欢耍小聪明，可真相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却又不愿意相信。不相信我说的，那你们就问问他那300万的下落。好女婿，你不是说那300万已经上涨了5倍，现在有1500万了吗？快拿出来，让他们看看，好好打打这老废物的脸。就是，亲爱的，你快拿出来吧，我也不想被前男友的爸妈给看低了呀。当然没问题啊，这1500万就在我英国银行家的朋友账户里，你们想看的话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1500万，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妈，你还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？现在咱们两家早已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了。打个电话需要这么久吗？要不你们出去看看，人还在不在？我的好女婿怎么可能？女儿，赶快给他打电话。妈，你别慌，他肯定是突然有事。妈，高青把我删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咱们都给骗了。那可是我卖房子的300万啊！天杀的高青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妈，你别吓我，我现在就报警，钱一定能追回来的。我的300万啊！老天爷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能对我呢？要不是你们贪慕虚荣，又怎么会被骗财骗色的？亲家，我们……哎，大柱，我们可不是你的亲家啊！叔叔阿姨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退婚了。小轩他很爱我的，我现在就给小轩打电话，他一定不会放弃我的。亲家，那300万是我卖房子的钱，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。小倩和小轩的婚事照常进行，我们也不要什么学区房了。只是你们看，那38万8的彩礼，直到现在你还惦记着那30多万的彩礼，人怎么能贪财贪到这个份上？啊，小轩也不接我电话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不用费劲了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已经全部告诉小轩了。他刚刚亲口告诉我，从今往后你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。既然两家都把事情说明白了，你们呀就赶紧走吧。至于彩礼，你们想都不要想。都怪你，说什么钓到了金龟婿，这下倒好，不仅38万8的彩礼没了，就连我养老的房子也搭进去了。要不是你劝我跟小轩分手，我能有今天。你凭什么怪我？你个杀千刀的，把我的养老的房子都搭进去了，还敢跟我顶嘴？够了，这是我的家，要吵呀，你们出去吵去。你说说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好好的一桩婚事，就被这么个搅黄了。哎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像这种女人，真的要娶回家，不但是对小轩，对咱们家，那都是一种灾难。折腾了一天了，
明天啊，我还要陪埃米尔夫人和吴董飞一趟秦林飞机制造厂。好，龙机长，龙机长，几天不见，有没有想我们呀？一天没个正形儿。哎，你们这么快就上班了？那还是托龙机长的福呢。吴总现在可关照我们了，整整3倍工资啊！是吗？好啊！欢迎艾米尔夫人、吴董登机。夫人，这是我秦林航空全新打造的大型高端客机，飞机可以容纳500名乘客，而且呢，还包括了现在世界上最顶尖的民航客机技术。吴总知道夫人您是为了考察项目，所以选用了客机，并非私人飞机。这架飞机的舒适度很不错，吴董，我十分期待这次考察。各位旅客，飞机还有3分钟起飞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夫人，我这次也算是跟您公费旅行了。你最好别出声。钱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等飞机降落的那一刻，你将会看到一团漂亮的烟花。龙机长的驾驶技术真不错，我竟然没有感受到丝毫颠簸。我们飞机上呢配备了各种饮料，有我们龙国的红茶、绿茶，还有各种红酒，你喜欢喝哪一种？中国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，给我来杯茶吧。嗯。麻烦为艾米尔夫人准备一杯热茶。有人吗？好的，马上准备。你为什么戴着口罩啊？这几天不小心感冒了，为了避免打扰到飞机上的贵客。好吧，麻烦你尽快准备。好的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有点像赵峰？还没好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，可别出什么事儿了。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把你的口罩揭开，我看看。我再说一遍，揭开口罩。看来是我想错了，他不是赵峰。按照空乘管理条例，空乘人员是不可以遮挡面部的。如果身体不舒服，就请提前打报告休息。谢谢。龙国红茶非常美味，没想到夫人您远在斯波，对我们龙国的红茶还蛮懂的嘛。之前喝过几次。你有话要跟我说？没有。我要是告诉吴董，一定会打草惊蛇的。之前那个人肯定是赵峰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不对了，去找龙机长，龙机长一定会有办法。不错啊，你还算听话。等会儿炸弹爆炸前能不能逃出去，看你的命。还有10分钟，飞机就要降落了。老东西，我失去的一切都要从你这儿拿回来。龙机长，白雪，你这是？龙机长，出事了，赵峰可能混上了飞机。什么？你确定？8九不离十，而且赵峰很有可能已经挟持了储物间的工作人员。他混上飞机想干什么？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我怕引起艾米尔夫人和吴董的惊慌，谁也没敢说。你做得很好，他们要是知道了赵峰这个不稳定因素藏在飞机上，能把吴董的这一单生意
就要彻底黄了。这样吧，我跟你去客舱看看。小孙，你来。好。哎，龙机长，擅离职守可是违规的哟。夫人，没关系，还有副机长盯着呢。我也相信我们公司的智能系统。没想到龙机长不是传闻中的老古董，居然跟得上时代的潮流。哎，这什么声音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夫人，请问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是夫人的随身行李。夫人，我无意冒犯你，能不能把这个手提箱打开，让我检查一下？你想干什么？这里面放着夫人的私人用品，你是对夫人的不尊重。这种声音不像是钟表走动，像是计时器发出来的声音。难道是？龙机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白雪发现赵峰藏在储物间，我常年飞行，听力异于常人。这个手提箱里头有声音，可能是赵峰安装的炸弹。什么？炸弹？你说赵峰也在飞机上，他想干什么？他想拉着我们一起鱼死网破，一起死啊！我对他了解，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，他不会不顾及自己的性命。当务之急是要先稳住他，不能让他有所警觉。龙机长，我去拖住他。好。廖子先生，请问这个手提箱在登机之前有没有通过机场的安检？这是夫人的贴身用品，不需要安全检查。按照乘客安全管理条例，我们有权对这些物品进行检查。廖子先生，请你打开。这就是你们龙国的待客之道，我一定要去航司举报你们不尊重私国皇室。缪斯先生，这个手提箱里的东西可能关乎着我们飞机上每个人的生命安全。你的意思是夫人会害你们？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我绝不允许任何冒犯夫人的行为。吴董，龙机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有权知道实情。夫人，这个手提箱里可能被人安置了炸弹。夫人的手提箱一直由我贴身保管，不可能有炸弹。你们只是赤裸裸的欺骗。廖斯先生，你敢不敢保证这个手提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？你好，先生，这里不可以将行李带入卫生间。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可以将行李交由我代为保管。好吧，你们可以检查。如果检查出来什么东西，你必须和我和夫人道歉。好的。这是夫人买的小玩具，炸弹呢？炸弹在哪儿？请你马上道歉，否则不会原谅你的无理行为。夫人，我觉得您这次选择的合作对象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没关系，龙机长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。老师。真的有炸弹 ！Oh my god， 夫人，请你相信我，这炸弹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不是缪斯先生，肯定是赵峰干的。吴董，请你马上联系航司，询问专家怎么样拆除炸弹。小王，龙机长，航司回复说是这是 TNT 基质炸弹，通过专家对比图样分析，你只需要剪断蓝色线就好了。钳子。龙机长，钳子。距离降落还有3分钟，炸弹爆炸的时间正好也是3分钟。赵峰肯定是想等离开飞机之后引爆炸弹。安全了，没事了。龙机长，炸弹还没有拆除。
龙机长，炸弹还没有拆除。我马上联系航司的拆弹专家。来不及了，当务之急是应该马上降落。可是现在距离地面还有将近6000米的距离，2分钟之内落地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龙机长，放心吧，我可以做到。龙机长，你要做什么？飞机一旦降落，要是来不及扔掉炸弹，驾驶舱的防爆门就可以有效地阻止爆炸带来的损害。龙机长，您不要去，保障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，哪怕是我付出自己的性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这就是我作为机长的坚定信念。出去，龙机长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留在这儿只会给我添乱，帮不上我。快出去！龙机长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给我出去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还年轻，不应该把命留在这里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出去！我快！是。我是机长龙飞。如果我不幸遇难，请向我的妻子传达，下辈子我仍然深爱着她。当年我的师傅曾教过我高空急速迫降，6000米1分钟半，我从来没有完成过。这次我师傅的记录由我来打破。刚刚你那杯茶都没煮透，客人说不太满意。刚刚客人说他还要一杯特调鸡尾酒。这把刀我用它来切柠檬，不小心掉了。他肯定是发现了。没事，你慢慢做。想用这2个小贱人拖住我，老东西，你是不是真当我是傻子？10秒，4236米；15秒，3933米。时间还够，来得及。吴董，龙机长能做到吗？龙机长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我相信龙机长，他一定可以成功的。缪斯先生，您似乎很害怕。夫人，那可是炸弹，你不害怕吗？波斯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的，我经历过无数次暗杀，我并不害怕，而且我相信龙机长他一定能安全将我们带回地面。500米，300米，速度还是太快，降落一定会坠毁。看来还得用上师傅当年没有用的那一招。甩尾漂移迫降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，放油，涡轮反推。龙机长在干嘛？再这样摇下去，我内脏都快甩出来了。传闻中龙机长的师傅是从战争年代活下来的王牌飞行员，难道今天龙机长用的是他师傅都未曾完成的那一招？这老东西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一下了。吴董，飞机好像降落了。龙机长他成功了！赵部长，你别冲动啊！闭嘴！哎，龙机长，救我！赵芳，听我的，别胡来，
把刀子放下，千万不要干傻事儿，知道吗？老宗宪，你以为这是定时炸弹？那只不过是我的障眼法，我的命多金贵啊，怎么可能陪着你们一块儿去死？赵峰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你要是敢启动炸弹，你这一辈子就全完了。把遥控器交出来！我这辈子早就被你个老东西给毁了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依然是春源航空的飞行部部长。而且，要是真惭愧的话，就在这儿去死吧。哎！瞧不起娃娃！赵峰，我一次又一次的劝你，可是你不知道珍惜。赵峰，你听见了吗？警察马上就到，希望你进去好好的改造，重新做人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老东西，给我等着！我不会说，我永远都不会说。赵峰，赵峰，等等，不用追了，他跑不了。老兄弟，我对不住你啊！你的儿子，我没有教育好他。赵峰这个废物果然失败了，不仅没炸死龙飞他们，自己还成了通缉犯。爸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公司的股价已经10不足1，现在唯一的翻盘方式就是淄博国际机场。可是爸，经过上次事件，这埃米尔不可能再跟咱们合作了。我已经派人去跟淄博皇室洽谈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。这么大的项目，埃米尔一个人可决定不了。爸，你在淄博还有关系啊？蠢货，天下熙熙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我们只要拿出足够的利益，哪怕1分钱不能，也要拿下订单，准备私人飞机。我们也即刻前往秦林飞机制造厂。是。夫人，非常抱歉这次行程让您受到了惊吓，我愿意让出5%的利润来弥补夫人。5%可是个不小的数目，吴女士，您真慷慨。也是想要跟您交个朋友嘛。那夫人认为我们秦林飞机制造厂还满意吗？制造材质过关，有国际质量认证，飞机的性能和品质都非常优秀，我很满意。夫人，您不打算看一看合同吗？我十分相信龙机长，也十分信任吴女士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一下皇室的电话。你们说什么？皇室决定与春源航空签订合同？不好意思，我需要与皇室紧急沟通。赶快去查，到底什么原因能够让皇室改变态度？我很抱歉，我的朋友，皇室的态度非常坚决，要求我与春源航空签订合同。我一个人没办法改变这一切。那能否告知我，春源航空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？皇室的态度严格保密，我并不清楚。查到了，吴董，春源航空开出的条件是淄博国际机场所有的飞机，他们就按原价出售后走。什么？这么无耻的恶劣竞价，淄博皇室竟然会同意吗？艾米尔夫人，难道皇室不知道春源航空的名声吗？我无能为力，我的朋友，这是皇室无法拒绝的诱人利益，除非您能开出更好的条件。都1毛钱不挣了，难不成要让吴董贴钱卖飞机吗？吴总啊，看来这淄博的订单你是抢不到了。我也是为了春远航空的未来嘛，您呐多见谅。不是，王志的意见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。我们还是尽快签订合同吧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哎，你个老东西，又想做什么妖？这可是100亿订单合同，你觉着
你说话有人能听吗？夫人，请给我3分钟时间，我有些话要对吴董讲。龙机长，春源航空开出的条件，我想这个世界上都不会有人拒绝的。咱们折腾了这么久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吴董啊，我比你大不少，有些事情呢，我可能看得比你更清楚。我知道你想带领秦林航空有更好的发展，可是你欠缺了一样最关键的东西。龙机长，我欠缺了什么呢？魄力。身为决策者，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。老钱董之所以敢给你开出这样的条件，他笃定了你绝对不会亏本干这单生意。可是我做生意当然是要赚钱啊！如果亏钱的话，我有什么必要做呢？赚钱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赚眼前的钱，而另一种是赚未来的钱。如果你能抢到这单生意，以春源航空目前的处境，你将足以彻底的将他们活埋。到时候，国内的航空公司将不会再有任何人是你的对手。龙机长，您说的有道理，但我具体该怎么做呢？不妨您再指点指点。其实很简单，春源航空开出的条件使你为难，你不妨顺势而为，也跟他们打价格战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不管你们出什么阴谋诡计，这个订单你们都抢不到。夫人，我思索许久，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。上次我秦林航空的报价作废。我的朋友，您真的愿意出更低的价格？可这样您会亏本的。绝不能让吴之夏抢到订单，这是我春源航空最低的机会。夫人，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会出价比我们还低的，你还是抓紧签合同吧。吴之夏，你竟敢撕了我们的合同，这个霸气！你看他，这真是小孩子的把戏。你撕了我，随时可以复印无数份。龙老弟，你就教会了吴之夏这点东西吧。夫人，我决定了，无偿捐赠淄博国际机场1半的飞机，剩下1半的飞机由原价格订购，我分文不赚。吴之夏，你他娘的是不是疯了？宁愿亏几十亿也要跟我们抢订单。彼此彼此。我的朋友，您真的愿意捐献出1半的飞机？可是您的利益，我非常确定。小王，重新拟合同。刚刚龙飞机长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，赚钱要更看重长远的利益。吴之夏，你这是要把我们春源航空逼上绝路！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当初你们对待龙飞机长，也没给他留活路啊。吴董，新合同拟好。吴之夏，你当真要跟我们鱼死网破？春源航空要是没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捐献1半的飞机，会彻底吸干秦林航空的现金流啊！吴之夏，你这是在自掘坟墓。我秦林航空的未来如何，轮不到2位担心。小王，送客。山不转水转，走着瞧。我的朋友，皇室已经决定与秦林航空签订合同。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飞机上竟然会有炸弹！赵峰这孩子，终究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难道是老头子回来了？老头子，
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，那我也要毁了你。老东西，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，那我也要毁了你。哎，大白天的也不关门，老婆子。哎呦，血！哎呀，老婆子可能被绑架了，谁干的？钱源还是赵峰？喂，老东西，知道我是谁吧？不想让你老婆子死，就给我到西郊仓库来。把毛巾取了吧，别把这老东西给捂死了。你少他娘的在我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！你敢惹我，我连你一起杀！疯了！你怎么彻底疯了？我是疯了，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你没了春源航空，你他妈还不如一条狗！我他妈懒得跟你解释。真的，你也不要怪我，要怪的话，就怪那个老东西，非要跟我对着干。赵峰，你是婶子看着长大的，老头子要是有哪里做的不对，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但是你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，那个老东西毁了我的一切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就算我死，也要拉他做垫背。说的没错，春源航空破产了，那他妈谁都别想好过。龙飞为了春源航空付出了一辈子，你这么做，老钱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就是我们家老头子的意思。你们住手！老婆子，我来了！给我站住！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要他的命！我听你的，赵峰。前人，你们要的是我，把我老婆放了。老东西，原来你也有求我的一天。给老子跪下！不想让他死就赶紧跪下！老头子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我跪，我跪！只要你们别伤害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们。老东西，我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现在就给吴之夏打电话，让他放弃这笔订单；第二嘛，我会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你的面前。我只是春联航空的一个小机长。吴董他不会为了我放弃订单的。那你是要选择第二种啊？好，我现在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不，我打，我现在就打。不用打了，只要你们放了婶子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不用打了，只要你们放了婶子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吴董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那个赵峰逃窜在外，我实在是不放心，就让小王跟着。结果发现他们竟然绑架了婶子。董机长，您放心，只要能救出婶子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吴董啊，
那毕竟是秦联航空翻身的订单呀。利益与金钱永远比不上一条人命重要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是订单解除合同，想要可以，放了身子。不可能！谁他妈知道你们会不会耍什么阴谋诡计？你们想要的人是我，把我老婆放了，我来换她。换人可以，你先过来。好。陆机长，你不能去。我老婆无怨无悔地陪了我大半辈子，我要是连她都保护不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把婶子放了。不能放，这老家伙可是龙飞的软肋啊！我他妈让你放，你是不是聋了？张峰，你能放了你婶子，说明你还有救，不要再错下去了，回头吧。老东西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你告诉我，爹是怎么死的？你问他这干什么？都是他害的呀！闭嘴！我要听龙飞亲口跟我说。你跟我说，我爹当年是因为安全检查不过关，意外而死。可据我这么多年的调查，根本就没那么简单。看来我要是不告诉你实情，这道坎儿恐怕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。老东西，你要敢骗我半个字，别想活着离开这儿。当初你爹和我一同在春岩航空工作，那个时候你爹在飞行驾驶方面的天赋要高我很多，所以你就因为嫉妒害死了他。当时你娘已经有了9个月的身孕，你爸他想在国外走私，我就劝他，你就要快出生了，千万不要铤而走险。谁知他当时年轻气盛，他想要给你们更好的生活，他最后还是干走私。哎，赵峰，别听这老东西胡言乱语，他都是骗你的。可偏偏就是那一次出了意外，你爹他走私的东西是龙国明令禁止的违禁品，你爹见事情败露，想要逃走，被当场击毙了。我爹竟然是一个走私犯，你娘也因此抑郁成疾，她在生下你之后，不久也离开了人世。我这么多年不想告诉你这些事儿，我是不想让你爹的事儿影响到你，希望你能健康平安的长大成人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你在骗我的，对不对？钱家的人分明说是你害死了我爹。钱家一直都在利用你，你到现在都没有感觉到吗？你别怪我，我要是早一点告诉你这些事儿，你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呀。我害怕，原来一直利用我的是你们，我弄死你！不要！原来一直蒙在鼓里的是我，可笑！孩子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心里头有一句话，一直都不敢对你说。如果当时我要拼了命拦住你爹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啊！我欠你爹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你这句对不起。
师傅，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师傅。你干什么？你千万不要干傻事啊！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孩子，你还年轻，放下，一切还来得及。只要你愿意回头，你永远都是婶子的好孩子。你不是最喜欢吃婶子做的桃花酥吗？只要你好好的，婶子天天做给你吃。师傅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做过的错事，我用这条命抵给你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不要！丈夫！丈夫！丈夫！哎呀，你真傻呀！儿子，丈夫！丈夫！爸妈来了，儿媳妇儿，我和你爸爸来看你了。爸妈快坐，谢谢爸妈。爸，您退休后感觉身体怎么样啊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小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应该能赶上今天晚上最后的航班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知夏这孩子竟然能跟小轩看对眼，缘分呀，真让人琢磨不透。儿媳妇为你话呢，你干嘛呢？我身体啊还可以，就是退休后啊太闲了。哎，你跟小轩什么时候给我们生个孙子孙女啊？爸，小轩这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呀。这小子这次回来，要是再生不出来，那他就别想回去了。啊？